当齐月第19次把分手费递给我时，我同意了。他心尖上的女孩闹着要名分，等不及了，我也等不及了。我怀孕了，孩子不是他的。签好协议后，我第一时间拍了张照片发给齐月。签好了，你让张柱过来拿。20分钟悄然而过，齐月的对话框安静的就像死了一样。我正想着要不要叫个同城快递，却见齐月已经气息微喘的站在了门口。他竟然亲自来了。也是，他的小情人为了要个名分，已经满城风雨的闹了半年。看样子他是真急了。说吧，你又想耍什么手段？该给你的，我可一样也不少。他声线很冷，带着一丝不耐烦。3年前，齐月给过我一场婚礼，从那之后，我就成了他名义上的齐太太。我陪他一起从落魄穷酸到功成名就。可这半年来，他一直都在琢磨怎么甩了我，只为给那只小金丝却腾位置。光是财产分割协议，他就已经改到了第19版。之前我都不满意，这次我乖乖签了字，他却反倒生了疑心。我轻笑了一下，将协议递给他看。他狐疑的打开，看我真的签了名，脸色一沉。沈秋玉，你真同意了？我古怪的看着他。以前他总说最讨厌的就是我不懂事、胡乱吃醋的样子。我现在不吵不闹，遂了他的愿拿钱走人，他怎么好像还更不高兴了似的？总不会是想看我痛哭流涕挽留他吧？我笑了下，这样不好吗？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娶白软软了，我的人生也可以重新规划。这次的协议里，房子、车子、公司的股份应有尽有。他也算下了血本，我来者不拒。毕竟陪他走过这些年籍籍无名的人是我，谁又真的甘心自己前人栽树，却让后人乘凉呢？现在好了，这些年我自己赚下来的身家，再加上他要分给我的那些，就算从明天开始周游世界，也够我富裕的过完下半辈子。爱虽然没了，幸好我还有很多的钱。齐月听了我的话，却目光复杂，欲言又止。这时，一个娇娇软软的女生打断我们：“秋玉姐，谢谢你愿意成全我们。”白软软，齐月放在心尖上宠的那只金丝雀，她是山歌大里飞出来的金凤凰，普通2本学历，能进到竞争激烈的骑士集团就很不容易了。她还只用了短短3个月，就做了齐月的总裁办秘书。她真的很努力在勾引齐月这件事上。齐月说她纯真善良，总是怕我会欺负到她头上。可是什么单纯善良的人会跟有老婆的男人上床，还将床照发给原配呢？我以前看不开，狠狠地哭过、闹过，还曾一气之下将他们曝光了发在网上。结果第2天一点踪迹都不曾留下。齐月的手段向来干脆利落，可笑的是有朝一日他竟然也会把这些手段用在我身上。折腾到现在，我早已厌倦。我似笑非笑看着两人，多一句话都不想说。协议拿到了，还不走吗？我下了逐客令。这栋别墅是在我名下的。齐月开始频繁找情人后，已经很少回这里。他们再多待1秒钟，我都想要全屋消毒了。齐月脸色一沉，沈秋玉，欲擒故纵对我没有用，你既然敢签字，就别后悔。说完，他就拉着白软软朝外走。等等，我叫住齐月，他回头看我，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突表情，大约是以为我又舍不得他了。可我却只是提醒他，别忘了早点转账，还有把不动产尽快过户给我。他的表情空了1秒，后又咬牙切齿道：“你倒是着急，着急怎么能不着急呢？我怀孕了，不是他的，再不跟他分道扬镳就不好收场了。”我预约了产检，却没想到会在医院碰见齐月和白软软。他小心翼翼地牵着她，白软软叽叽喳喳地说，他耐心地听，眼神温柔宠爱。他们之间亲密的，仿佛插不进去第3个人。回忆翻涌，很久以前，他也曾将我视如珍宝过，太久了。最后一次，他用那样的眼神看我，还是我流产的时候。那时我怀孕4个月，他在外面有了第1个情人，那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。他风风火火找上门来，让我给他腾位置。我骂他不知廉耻，他却说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许是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他狠狠推了我一下，那个孩子就这么没了。我浑身是血，被送进了手术室。再醒来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脸自责的齐月，他的眼里满是愧疚，死死握着我的手，哭得哽咽。对不起，秋秋，是我混蛋，你打我吧，对不起。我狠狠地打了他耳光，他躲都不躲，就生生受着。等我打累了，他才瑟然开口，就这一次，秋秋，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好不好？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他打发走了那个女孩，重新变回了体贴的爱人。可惜也就只有短暂的半年。半年之后，他身边又跟了新的女孩。再后来，那些女孩换来换去，一张张年轻娇嫩的脸，我都还没记住，就又换了新颜。白软软是待在他身边最久的一个。这回在妇产科碰见他们，委实有点尴尬。我转身就想走，谁知却被白软软的声音拦了下来。秋玉姐，好巧啊！她整个人就像个大挂件一样挂在齐月身上，脸蛋也红扑扑的，看起来有些娇羞。我怀孕了，来看医生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表演。齐月看到我手中的挂号单，眉头紧蹙。你来看什么病？我冷淡地笑了下。齐先生，当着新情人的面，最好不要对前妻的隐私太过好奇。他似乎有些烦躁，竟然将身边的白软软推到了一边，箍住我的手腕。沈秋玉，我是你的男人，你突然出现在妇产科，我有权利过问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，语气忍不住带上了几分嘲弄。我男人？齐先生，你确定吗？虽然我们有过一场婚礼，但婚姻登记系统里，我可一直都是未婚。齐月愣了一下，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眸色越发阴沉。是啊，当初那场婚礼那么浪漫而盛大，
在外人眼里，我就是他唯一的齐太太。尤其是这些年，我们的生意、股权分配盘根错节。可谁又知道呢？其实我们一直都没去过民政局。每当我催促齐月和我领证时，他不是要去开会，就是要去国外出差。他的时间总是那么宝贵，宝贵到整整3年都没能抽出半个小时陪我去领一本结婚证。偏偏到了分手时，我们为了钱权分配的问题撕破了脸，闹得人尽皆知。我手腕被他攥得疼了，他却怎么都不肯松。好在没多久，叫号器就叫到了我的名字，请患者沈秋遇到5号诊室就诊。齐月这才不大甘心地松开我的手，我立刻越过他和白软软进了诊室，顺便锁死了门，丝毫没理会齐月黑到极致的脸色。医生仔细翻阅了我的检查报告之后，嘱咐了几句，还交代我下次把孩子的父亲一起带来。他死了。这话像一记惊雷，原本专注打病历的医生迅速抬头，眼睛里有同情泛滥。他换上安慰的语气，让我节哀顺变。我也配合的露出一个哀伤的表情。可能是孕初期的关系，我有些嗜睡。从医院回来后，我就一直在睡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做了很多梦。一开始是我刚刚大学毕业，正赶上齐月家里破产，他流落街头的时候。我和他挤在窄小的出租房里，他搂着我，将我裹进羽绒服，靠在他心脏的位置。秋秋，等我有钱了，一定不再让你吃一点苦。我至少得雇5个人，一个给你做饭，一个给你洗衣，一个给你叠被。耳边是他蓬勃的心跳，我被他的情话烫红了脸，天真的信了他口中的爱能抵万难。再后来，他真的东山再起，功成名就了。只是他身边的人也多了起来，那些人来来去去，就像齐月抓不住的爱。梦到最后是满地狼藉，还有破碎的瓷片上，脚底流血，崩溃大哭的我。他无动于衷看着我发疯，不痛不痒的开口：“沈秋玉，你这样真的很难看。”那一瞬间，我看着他，年少时携手深爱过的人，好像忽然就烂掉了。醒来时，天已经擦黑，我浑浑噩噩，准备起身，突如其来的一个声音却吓了我一跳：“听说你怀着我的孩子，还到处跟人造谣，说我死了。”我一激灵，循声望去，只见落地窗前，男人正望着我，月光洒下，把他原本深色的西装镀上了一层银灰。房间里没开灯，他藏在黑暗中，如果不说话，还真是难以发觉。贺彦洲，你是想吓死谁？你太过分了。贺彦洲被我的话气笑了，他走到床边，将我捞进怀里，温热的体温隔着薄薄的睡衣传来，他的手掌在我后腰处轻柔摩挲。在开口时，语气无奈极了。到底是谁过分啊？沈秋玉，先是睡了我就跑，现在你还想带着我的孩子一起跑？贺彦洲猜得很准，我的计划是带着孩子找个小城安居，离齐月远远的，也离贺彦洲远远的。毕竟我和他开始的并不光彩。那是3个月前我生日那天，齐月主动说分开之前在最后陪我过一次生日，图个吉利，好聚好散。他早早订了餐厅，临窗的位置，一眼望去就将夜景尽收眼底。他来家里接我，仿佛我们之间从没变过。他为我捧上蛋糕，又亲自摆上蜡烛点燃。许愿吧。在他的催促下，我心情复杂的配合他闭上了眼，在心里默念，我的愿望是，大约也就是10秒钟时间。再睁眼，我看着空空如也的对面，一片茫然。齐月居然不见了，我又等了好一会儿，也没见他再回来。最终是服务生来通知我说，齐先生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就走了。他交代说，请您用完餐直接离开就可以。今天所有的消费他都买单。我看着蛋糕上的蜡烛燃烧殆尽，奶油一点点塌陷，生日快乐几个字变成了丑陋的红色斑块。终于，我嘲讽的笑了。离开餐厅之后，我打车来到了港口。以前穷的时候，没钱旅游去别的地方，齐月就总喜欢带我到港口走走。他总说看不到新鲜的风景，能吹吹海风也不错。后来海还是那片海，人却早就变了。我漫无目的的走了很久，直到身边突然有人惊呼，天啊，这也太浪漫了。我顺着他们的视线望向海上的夜空，漆黑的天幕，数不清的无人机灯光闪烁，摆出了浪漫的花体字，白软软，我爱你。几秒钟后，夜空绽放了无数的花朵，绚烂美丽。行人纷纷感叹，天呐，这又是哪家太子爷在示爱呢？哎，今天又是人间凑数 NPC 的一天。我几乎是自虐一般的打开了朋友圈，果然我看到了白软软炫耀的文案，真爱就是无论什么时间，只要我说一句想他，他就能送给我一场告白。配图正是无人机告白时的照片。当一个人心死到了极致，大约会变得与疯子无异。我买了很多酒来喝，海边的人太多了，齐月和白软软在一起，被不知情的路人们簇拥着，根本注意不到我。我却看了他们很久很久，直到发觉我自己的身边已经满是空酒瓶，视线也开始出现虚影。我意识到再喝下去实在不妙，这才起身摇摇晃晃地离开。好不容易离开了喧闹的港口，我沿着马路走，却迎面撞到了一个人，小心。他握着我的手扶稳，我直起身才看清了来人。贺彦洲，沪圈大佬，贺氏集团继承人。这些年因为生意投资，我跟他有些往来，可以说我有2/3的身家几乎都是靠着这棵大树才赚回来的。他和齐月截然相反，身边几乎没一个异性，圈子里都打趣他是不是 gay， 他也从不反驳。沈秋玉，他扶住我，蹙眉，怎么喝了这么多？他的味道挺好闻的，很干净，不像齐月身上总会有白软软的香水味。贺彦洲，他们都说你喜欢男人，是真的吗？莫名其妙的，我就问了出来，舌头有点发麻，大概是酒精在作怪。
贺彦洲先是一愣，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小心地将我扶上他的劳斯莱斯。或许是他长得很合我胃口，或许是酒精麻痹了我的理智，又或许我只是变相的想要报复齐月。我默默地靠近贺彦洲，主动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。他转头错愕地看向我，那一瞬间瞳孔震动，他冷白色的皮肤染上了微热的薄红。下一秒，我直接狗胆包天，跨坐在他身上。贺彦洲，你要不要和我试试？贴得太近了，我的唇轻擦过他的耳垂，怪软的，我索性就吻了上去。他的耳廓微微发烫，声音在我头顶响起，有点哑。沈秋玉，清醒点。我笑，我清醒着呢。我知道你们男人都喜欢年轻漂亮的，一句腻了就能把女人打发了。身上的燥意升腾，我下意识想要往凉爽的地方靠。他眉头微皱，眼神晦暗不明。我再次仰头索吻，这次他没躲。他的唇冰冰凉凉的，还有清冽的薄荷香，很好闻。吻得迷迷糊糊，我快要窒息了。他却一手扣着我的后脑勺，一手捏着我的腰，迫使我继续。车内的挡板适时升起，彻底隔绝成一个密闭空间。他终于放开我，声音比刚刚还哑。沈秋玉，我不喜欢男的，也不喜欢年轻的。他的反射弧好长，亲都亲了，还说这个干嘛？酒精不至于让我断片，但我的脑子确实有些混沌。还没等我想明白，贺彦洲已经发动了汽车，没多久就到了目的地。贺彦洲将我从后座打横抱起，他抱着我穿越别墅的客厅，快步上楼进了卧室，又小心地将我放上床，居高临下站在床边看我。我的眼睛一瞬不瞬地盯在他的唇上，刚刚吻过的唇湿润润的，带着水汽，有点肿，红红的。目光向下，衬衫领口的扣子被他松开2颗，锁骨暴露在空气中，他像个勾引人的男妖精。他弯了弯唇，握着我的手伸进衬衫下摆。沈秋玉，想要吗？要。得到了满意回答后，贺彦洲栖身而下，吻了我的唇。不同于前2次，这次他吻得很深很重，好像要宣泄他强烈的占有欲。炙热的吻一路向下。沈秋玉，喜欢吗？我的脸快熟了，只能紧紧攀附着贺彦洲。我起先还拼命咬着唇不回答，最后却在贺彦洲的攻势下败下阵来。我把脸埋在他的颈窝里，呜咽。喜欢。他满意的吻我。最后我在他怀里沉沉睡去。第2天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在了。这意思我懂，他应该是个怕麻烦的人。正好我也怕麻烦，他既然走了，我自然也得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，这样对彼此都好。于是我溜了，顺便还把他的联系方式也通通拉黑，断了个干净，以免尴尬。至于生意往来，以后就让下面的人去对接，公事公办就好。自那之后，我和贺彦洲就没再见过。直到前些日子，我的月经推迟了，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，那次事后我好像没吃避孕药，我偷偷的买了验孕棒，结果一连测了5次，次次都是2条杠。我满头问号。上次流产后，医生说过，我以后要是再想怀孕是比较困难的。这说好的困难呢？贺彦洲怎么一次就中了？我迷茫了。按理说贺彦洲有知情权，可想起那天他的态度，我也摸不准。以防万一，我什么都没说，只准备火速跟齐月分开，再好好安置我和孩子的未来。可惜还没等我安排好，贺彦洲就找来了。沈秋玉，为什么拉黑我？他的嘴唇贴在我的耳边，声线清冷，温热的气息却从唇齿间溢了出来。你该不会是睡完我就后悔了吧？他的态度让我有些傻眼。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在意我拉黑他这件事。为了避免更多误会，我决定说清楚。贺彦洲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那晚是我先开始的，所以我默认了后果自负的道理。你能查到医院，应该也知道孩子我肯定是要留下来的。我有钱，养孩子的事可以自己解决，不会给你造成困扰。如果你实在不放心，我们可以签保密协议。贺彦洲原本正在亲吻我耳垂的动作忽然僵住，声线也压得更低了。你自己来。那如果孩子问起了爸爸呢？如果他想看爸爸的照片呢？这个我也深思熟虑过了。我会告诉孩子，他爸死了，照片可以 AI 合成，至于死亡原因，就说车祸吧。如果你不满意，你也可以给自己编个更体面的死法。当然了，你以后想看娃了也没关系，让他叫你叔就行。贺彦洲先是蹙眉，听到最后竟直接被气笑了，叫我叔。沈秋玉，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我一噎，有点摸不准他的意思。怎么我连后路都给他想好了，他还不满意吗？贺彦洲，我只是不好意思麻烦你太多，毕竟你那天走得挺干脆的。一边说，我一边观察贺彦洲的脸色，思考其他的可能性。他该不会是知道我怀孕了，就改了主意，想跟我抢娃的抚养权不行？只见贺彦洲深呼吸了好几次，才又无奈的开口：我没觉得你是麻烦。我微微愣住，心里隐隐有了另一种荒谬的猜测。贺彦洲眸色极深的看着我，认真的解释了起来。那天我法国分公司的项目出了问题，我不得不亲自赶去处理。我给你留了字条的，让你等我回来，所以你根本就什么都没看见。字条，我的确没看见。科技发达的年代，他还写什么字条啊？再说，我尴尬都来不及，只想赶紧逃走，哪会有心思去看床头有没有字条？贺彦洲继续控诉。等我再想联系你时，却发现你居然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。沈秋玉，在你眼里，我难道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吗？我尴尬的笑了下，这话严重了。但咱俩总不可能因为睡了一觉，醒来就结婚吧？他垂眸反问了一句：怎么不可能？我陡然睁大了眼睛，有些不可思议道：你认真的？贺彦洲，你这么喜欢孩子吗？
贺彦周眸色极深，定定地看了我好久，目光略带着惫懒，声音沉沉地响起：“你就当我是因为喜欢孩子吧。”当然，我没有答应贺彦周，这太扯了。我和齐月从相濡以沫到相看两厌，纠缠了那么多年，结局都没能圆满。我可不想再随随便便就跳入另一座围城。贺彦周没有勉强我，只是盯着我把他的联系方式都重新加了回来，还说等我再去产检的时候务必要通知他。我皱眉，有这个必要吗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他的笑里好像有一种咬牙切齿的感觉。你不是说我喜欢孩子吗？喜欢孩子的人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产检？行吧，我尊重他身为生理父亲的权利，更何况他还是我生意上的摇钱树，3分面子还是得给的。自那之后，贺彦周就开始关心我的吃穿饮食，还会添置宝宝用品。有一次，他甚至在去欧洲出差的时候，亲手推回了一个大师手工定制的婴儿床，婴儿床里还塞满了各种纸尿裤和奶粉宝宝霜。他好像真的很期待宝宝的到来。慢慢的，时间长了，我也就见怪不怪了。直到半个月后的拍卖会上，我和贺彦周一起入场时碰见了齐月，白软软挽着齐月的手，眼中是藏不住的得意。许久没见，齐月看到我站在贺彦周身边时，难得愣了片刻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，可白软软却没给他这个机会。亲爱的，我有点累了，陪我到那边坐下吧。临走时，他还不忘回头，留给我一道嘲讽的笑。我没理会，毕竟怀孕了，得尽可能的远离这些恶心源。这次的拍卖会展品都比较一般，我兴致缺缺，直到看中了一条项链。那件藏品很漂亮，是我很多年前就很喜欢，却迟迟没能买到的一款。起拍价80万，我率先举了牌，白软软也不甘示弱，跟在我后面一路追加。100万、150万，最后是齐月举了牌，300万。他明知道我想要这条项链很久了，却还是要来和我抢，故意送给白软软。我朝着他们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正好撞上白软软得意的表情。我知道白软软未必有多喜欢，她只是单纯不想看我好过罢了。300万，第一次；300万，第二次。我没再举牌。贺彦周捏了捏我的手，想要加价。500。话没说完，我赶紧一把按住了他。5什么5？你疯了？他的表情有点无辜。500万也不贵，你不是很喜欢吗？我嗤了一声。怎么不贵？你只是没穷过罢了。只有真正穷过的人才知道，500万真的很贵很贵。当人落魄到绝境时，别说500万了，为了500块钱都有可能拼命。但这种道理，不食人间烟火的贺彦周恐怕很难感同身受。我摇了摇头，别争了，我不喜欢赔本的东西。齐月出的300万已经远超那条项链本身的价值，他愿意当冤大头就让他去当，反正财产分割协议齐月早就签好字了，现在他花的钱都是他自己那部分。300万虽然不算什么，但积少成多，我巴不得他越花越穷。300万，第3次成交。拍卖锤落下，意味着尘埃落定。结束后，人群鱼贯而出。白软软故意走到我身边，一开口就是炫耀。秋玉姐，你生气了吗？都是阿月，看见我喜欢就不管了，我借给你看看啊。跟在他身边的齐月沉默地看着这一幕，他的确很宠白软软，纵得他一次又一次地舞到我面前。我轻扯嘴角，不用，我没那么喜欢，你喜欢就拿去，毕竟你看上的东西能有什么好的？我意有所指地瞥了一眼他身边的齐月，齐月的脸色就肉眼可见地黑了几个度，恼怒道：沈秋玉，你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了？一条项链而已，至于这么尖酸刻薄吗？大不了我以后赔给你一条。我抬眸一怔，随即定定看向他。不用了，就像你说的，一条项链而已，我不缺。齐月噎了一下，才好像终于想起了什么。我是个珠宝设计师，当初他成立公司的第一桶金，还是靠我卖掉了自己的设计版权，才给他换来的100万。那时他红着眼睛抱着我说，以后一定会买很多很多的珠宝给我。可惜最后他只给了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戒指。我当了他4年的女朋友，3年的齐太太，他用一颗很小的钻就诓走了我最珍贵的7年。承诺只有在说出口的那一刻是真心的，而真心这东西瞬息万变，爱到最后山高路远，全凭良心。现在他有了他的公司，我也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我的珠宝设计品牌早已全球闻名，我喜欢什么可以自己买，早就不需要他了。齐月大概想起了往事，有些失神，在看向我时，目光里竟流露出几分愧疚和留恋。这时贺彦周高大的身躯忽然插了进来，彻底隔绝了齐月看向我的眼神。他声音懒洋洋的，却嘲讽拉满：齐先生，几年不见，口味变了，改喝绿茶了。说到绿茶时，贺彦周轻飘飘地瞟了白软软一眼，白软软强撑着没有爆发，只是整张脸上的表情已经忍到几乎变形。我懒得再看下去。贺彦周走了，我当众叫他名字的举动似乎取悦了贺彦周，他弯起嘴角笑了下。本以为一切到此为止，总该清静了，谁知齐月却忽然反了悔。我睡觉时手机有静音的习惯，那天醒来，屏幕显示有30多条未接来电，还有99加的微信消息，全是齐月的。沈秋玉，咱们谈谈，我去找你。家里没人，你在哪？上次你去医院妇产科，到底是去查什么病的？你是不是怀孕了？如果你怀孕了，我可以答应你不分开。你不回话，我就一直在门口等你。沈秋玉，你为什么一晚上都不在家？为什么连佣人都辞退了？因为我早就搬走了呀。那个家里有他生活过的痕迹，我住着气儿不顺，索性卖了房。
贺彦洲得知后，作为孩子的父亲，友情提供了一座海岛别墅，还请了私人医生和看护。海岛环境优美，气候宜人，特别适合养胎。我没拒绝，这种事谁拒绝谁是傻子。贺彦洲既然想要享受身为父亲的权利，自然也得舍得出点血，这叫等价交换。我和贺彦洲之间已经渐渐养成了这种默契。至于齐月，按照协议，他还有不少财产没跟我交接过户呢。这个时候想反悔，怎么可能？我立刻就把电话回了过去。齐月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，疲惫中带着一丝沙哑。秋玉，我问了之前的佣人，他们说有注意到你在吃保胎类的药物。如果是真的，那我们可以先不分。我忽然就没了耐心。人倒霉的时候，就连吃个药都能被佣人偷偷盯上打小报告。好在我明白纸包不住火的道理，早做好了心理准备。不等齐月说完，我就淡淡的打断了他。我是怀孕了。可是齐月，谁说孩子是你的了？电话的另一边沉默了很久很久，我几乎听到了齐月急促的呼吸声。好一会儿之后，他才冷冷的反问：沈秋玉，你什么意思？齐月终于顺藤摸瓜找到我的时候，我正在和蛋黄玩。蛋黄是贺彦洲怕我无聊，给我领养来的一只小黄狗，它温顺亲人，最喜欢趴在我的脚边晒太阳。齐月看见我，愣住了。你真的在这儿？如果我没记错，这里的房产应该都在贺家名下。他死死盯着我的肚子看，像是要把我盯出个窟窿一样。你到底是什么时候？我歪头笑了下，告诉他，还记得我生日那天吗？你中途离开，用无人机去给白软软告白的那个晚上。齐月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望着我，最终声音发颤地吐出了一句：沈秋玉，我们还没分开，你就已经给我戴上绿帽子吗？在他眼里，好像我才是犯了错，更该受到责难的背叛者。我不禁嘲讽地笑了下，反问他，那这些年，当你身边的情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当和白软软滚在一起，让她怀孕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吗？他自知理亏，百口莫辩，立在原地半天，才不甘心地吐出了一句：秋秋，你把孩子打掉，我们不闹了，我跟你去民政局领证，我们结婚，以后好好过日子，行不行？我气到发笑，一瞬不瞬盯着他的眼睛。打掉？你觉得可能吗？我流产过，医生说我以后很难再有孩子。当初我为什么流产，你忘了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决定我孩子的去留？他身体晃动，眼中闪过痛楚。好，那你生下来，等以后你身体好了，我们再生一个自己的孩子，好不好？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忍不住用看精神病一样的眼神看向他。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？他红着眼眶，做最后的让步。秋秋，为了你，我可以认下这个孩子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一声低沉的嗤笑，是贺彦洲来了。他松了松衬衫最上面的纽扣，一开口便是慵懒的嘲讽：想让我的孩子叫你爸？姓齐的，你配吗？一时间，气氛剑拔弩张。齐月在看到贺彦洲的那一瞬间，就像是被触到了逆鳞一样，发疯般冲了上去。贺彦洲，是你？可惜他没能如愿跟贺彦洲撕扯到一起，就被别墅里的保镖们拦了下来。他大概忘了这里到底是谁的家。齐月眼色猩红，试图挣开保镖，跟贺彦洲大干一架。只是现实很骨感，保镖随手一甩，他就狼狈地摔在了地板上。而贺彦洲只是双腿交叠地坐在沙发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脸色像是霜雪一样冷。是你自己滚，还是我让人把你扔出去？我有点诧异。贺彦洲虽然身份金贵，修养却一向被人称赞，即使面对商业对手，也没见他失态地羞辱过谁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生气。而齐月一个人来的，即使不甘，却也无济于事。他面色颓败，踉踉跄跄地爬了起来，将一个盒子递到我面前。我没有打开，蓝色的丝绒盒子，我大概猜到了是什么是那条白软软抢走的，我心心念念了很久的项链。他低下头，告诉我，秋秋，拍卖会那天，我不是真的想抢走你喜欢的东西，我只是想让你吃醋，来给我服个软而已。项链我给你要回来了，我会让白软软去打掉孩子。你不是很喜欢这条项链吗？我们重归于好，好不好？是啊，我曾经那么喜欢他。他明明知道，却还是帮着白软软，用他来打我的脸。他也知道，当初跟他哭闹的每一次，我都难过的要死，却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我。我淡淡开口，现在不喜欢了，无论是项链还是你，都不喜欢了。齐月脸色煞白，秋秋，别再嘴硬了好不好？你难道真舍得跟我分开吗？我只觉得可笑，当初明明是他才是伤人最深的那个，怎么现在却又摆出一副他才是受害者的姿态呢？我看着他微红的眼眶，将衣角从他手里抽出，认真的说，齐月，是你亲手毁了这一切，要分开就分得彻底一些，别再让我看不起你。3天后，我和齐月在公证处完成了最后的财产交割。齐月整个人看上去异常憔悴，眼下还泛着一抹乌青，显然没怎么睡好。只不过现在他过的是好是坏，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分道扬镳的那一刻，齐月似乎还有话想对我说，只是没等他说出口，白软软就忽然出现了。他脸上全然没有了平时伪装的温柔样子，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和不甘。齐月，他都已经有别人的孩子了呀，你干嘛还要给他那么多？我以为你只是给他一笔分手费而已，可你怎么连那套8000万的别墅都过户给他？你有没有为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想过？我微微皱了下眉。白软软或许还不知道，齐月给我的这些可不只是简单的分手费，他过往做的每一笔生意，赚的每一笔钱，都有我的股份在里面。没有当初的我，又怎么会有他的今天呢？我只是如愿拿到了自己应得的那部分而已。而且白软软未免也太心急了。齐月这个人，爱意来的汹涌，却也短暂。
他温柔娇妻人设崩得太快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沈秋玉，你别想占便宜！白软软发疯地指责着我，不管不顾地冲了上来。够了！齐月怒喝一声，把他拦住。你有完没完？别在这丢人！白软软被吼得身子一僵，瞬间红了眼眶，将手里的驴牌包包狠狠砸在齐月的身上。丢人？你怎么能吼我？你都和他分了，还想护着他吗？围观路人越来越多，齐月的神色越发厌烦，最终爆发。我就算不和沈秋玉结婚，也不会娶你！白软软直接被吼懵了。下一秒，他才意识到了什么，表情惊慌地追上去，试图牵住齐月的手，可齐月却满脸淡漠，用力地把他甩去了一边。离我远点！意外就是在这一刻发生的。白软软本来就爱打扮，怀孕之后也不避讳，依旧我行我素地踩着精致的羊皮高跟鞋。她喜欢用那些来彰显齐月对她的爱意。结果齐月这一甩，直接让她脚下踩空，连滚了好几下，摔下了台阶。她倒在地上，脸色惨白地捂着肚子，痛苦求救。我的宝宝齐月，我肚子好疼！齐月见状也慌了，脸色十分难看。大约4、5秒钟之后，白软软的双腿间流下了鲜红的血。我看得心头一颤。从前我和齐月的那个孩子就是这么没的，是天意吗？滥情负心之人，亲缘注定浅薄。又或者是宝宝在妈妈的身体里也能感知到自己并不被父亲所爱，于是才伤心的离开。人间纵然很好，他却不愿再来。被白软软这么一闹，我跟贺彦周的事最终还是传到贺家人的耳朵里。第二天，贺彦周的爷爷就勒令贺彦周回老宅，还特意点名了想见我一面。在车上的时候，我心里难免打鼓。贺彦周安慰我，他爷爷很好说话，我信了。结果从进门起，老爷子的眉头就没舒展过。虽然老人已经80了，需要拄拐走路，可他面容威严，天生自带一种上位者的气势。他眯着眼，用不容拒绝的语气道：“跪下。”威严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。贺彦周二话没说，脱下西装优外套就直挺挺的跪了，连我跟在后面都被震得一哆嗦。这难道我也要跪吗？我满头问号。结果贺家爷爷一看到我，态度瞬间180转变，慈祥和蔼的笑着朝我走了过来。丫头，你别紧张，快坐下，爷爷不是坏人，爷爷只是想帮你教训教训这个欺负你的臭孙子。你坐在沙发上看着就好。我一脸懵逼的被贺家的管家妈妈搀扶着坐了下来。贺彦周对上我目光的那一刹那，他微微弯了下嘴角，示意我别见怪。看样子他是已经跪习惯了，应该能应付得来吧。结果我还是高估了他，因为下一秒他就来了句：“爷爷，沈秋玉都坐着了，我也别跪了吧。”不说还好，他一开口，贺老爷子一下就炸了，下一秒就毫不手软的抄起了拐棍，朝着他的背脊打去。兔崽子，你还有脸贫嘴？家训时都忘了吗？之前给你介绍了那么多对象，你都不肯去见，结果呢？转头就把人家好好的姑娘给睡了，家门不幸啊！一边骂着，老爷子一边打得更用力了。我被这一幕给震到了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竟然还有动用家法的。贺彦周在外头也算是呼风唤雨的人物，回到家里居然也得这么乖乖跪着挨棍子。我试图求情，那个贺家爷爷，其实这个事儿不是贺彦周的错，那次是我喝了酒先对他，结果没说完，贺老爷子就打断了我，你别给他求情，你喝了酒，他呢？他要是没动歪心思，你们这事儿能办得成？分明就是这小兔崽子是乘你之危，看我不教训他！贺老爷子打起人来是动真格的，眼看着10来棍下去，贺彦周的白衬衫都隐约渗出血来了。我赶紧把老爷子的拐棍拦了下来，不能再打了。贺老爷子不干，还想把拐棍夺回来。推搡之间，原本乖乖跪着的贺彦周忽然站了起来，把我护在了身后。爷爷，您打我可以，但是别推沈秋玉，她怀着孩子呢。话落，贺老爷子的手忽然顿在了半空中，懵逼了几秒钟后，他的眼里突然涌出了光彩。孩子，你是说我要有小曾孙了？贺彦周愣了愣，您都把我叫回来挨揍了，还不知道她怀孕的事儿吗？贺爷爷疑惑地摇了摇头，原来他只听说了个大概，并不知道我肚子里已经有贺彦周的孩子。我这次来贺家，本来做好了十足的准备，是想谈孩子抚养权的归属。谁知老爷子听完了事情经过之后，直接问我什么时候跟贺彦周办婚礼。老爷子，您是不是转变得太快了呢？我不得不解释道，抱歉，贺爷爷，我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。贺老爷子一听，默了默，然后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瞪着贺彦周，小兔崽子，你干什么吃的？怎么连媳妇还没追上呢？说这话时完全没避着我，我尴尬地别过了头，却听到耳边传来贺彦周含笑的一声，是我太笨了，已经在追了，会更努力的。当晚，贺老爷子安排我们在老宅住下，他还故意说房间不够睡，把我和贺彦周撮合到了一间卧室内。老人家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。卧室是黑白简约的装修风格，一看就是贺彦周的专属房间。贺彦周把染血的衬衫脱掉，让我帮他擦药。他的皮肤很白，淤血和伤口显得格外刺眼。我接过药膏，小心翼翼地给他擦拭，指尖碰到他背脊的皮肤上，体温有些发烫。贺彦周忽然开口，声音哑哑的：“爷爷他总盼着我能结婚，过度热情了些，你别见怪。”我轻轻了一声，表示理解。老人嘛，总是盼着儿孙满堂的。擦完药，我长舒一口气，随意地打量了下房间四周。忽然，柜子上摆着的一对袖扣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怎么这么眼熟？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，把它拿在手上，心情震惊得无以复加。贺彦周，你怎么会有这对袖扣？
贺彦洲的目光扫过那对袖扣，又定在我的脸上，沉默了几秒，才微微垂下眼睫。你给我的？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怎么会？这袖扣早在8年前就被我卖掉了。贺彦洲捏过那对袖扣，深吸一口气，似乎是做足了什么心理准备，才开口解释。8年前，有个在大学门口摆摊的女生，把这对袖扣推销给了我。这袖扣一共有6颗蓝白钻，细节精致，不比奢牌高定差，她却只卖了我800块钱。她说这是她自己设计的，不是大牌，不值钱。她卖掉它是想凑钱给她男朋友买个新手机。说到一半，贺彦洲抬起眸子，自嘲地笑了一下。当时我觉得她长得挺好看，就是傻了点。那段时间我经常路过那条街，总能看到她在摆摊出物。如果不是她有男朋友，我一定会去追她。后来她毕了业，我出了国，本以为再也不会有交集。可谁知几年后，她的作品居然出现在了全球珠宝拍卖会上。再后来，她还带着自己的珠宝品牌找到了我。我看着她一步一步朝我走来，心动的感觉死灰复燃。这几年，我的教养一直在提醒我，她心有所属，我绝对不能去打扰她。直到那天夜里，她忽然跌跌撞撞的一头栽进了我的怀里。夜幕四合，房间内灯光微微泛黄，有夜风透过老宅的窗纱，携来轻柔的凉意。贺彦洲的语气越来越轻。那晚，你主动吻了我。沈秋玉，你说我又怎么会再放手呢？我怔愣地听着这一切，而贺彦洲已经捧住了我的脸，重重地吻了下来。后来，我生下了一个粉嫩可爱的女儿。贺彦洲一直都在我身边，只是我迟迟没有答应他的求婚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，不过是因为我不想再被一段关系困住。只有真的进过牢笼，才会知道自由的宝贵。更何况，喜欢和婚姻从来都不是一回事。我不敢再轻易入局。女儿跟我姓，取名叫之意。我陪着沈之意从咿呀学语到进入校园，不知不觉又是7年。外界谈起贺彦洲，都说他从年轻帅气的 gay 总变成了现在的黄金单身汉。贺彦洲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澄清，我不是 gay， 也不是单身，我有女朋友，我还有女儿呢。我女儿可漂亮了。贺老爷子身子骨硬朗，依然会经常恨铁不成钢的阴阳他。是你有女朋友，也有女儿，只不过你没老婆。你女儿还管你叫叔。贺彦洲，沈之意当然从小就知道贺彦洲是爸爸，只不过他太黏我了。而贺彦洲每次过来都要赖着跟我一起睡，比孩子还黏人。沈之意就只能被外婆哄走，所以沈之意就故意叫他贺叔叔。贺叔叔在女儿那里受了委屈，晚上就可怜巴巴的跑来找我。他抱着我亲了又亲，语气幽怨极了。沈秋玉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什么时候才肯给我一个名分？我被他掐着腰，懒洋洋地戳了戳他的腹肌。看你今晚的表现，也看我明天的心情。贺彦洲嘟嘟囔囔地说，我只会给他开空头支票。下一秒就把头埋了下来，亲得更加凶狠卖力。后来我从朋友那里听说齐月死了，白软软留了孩子之后，一直缠着齐月不肯放手。他威胁齐月娶她，照顾她的后半生。齐月早就腻了他，自然不肯妥协，甚至还想把他从公司辞退。白软软狗急跳墙，靠着职务之便，把公司机密泄露给了对家，还偷偷翻出了公司不少账务问题。齐月被他整得焦头烂额，先是丢了好几单大生意，后来没撑住，资金链断裂，公司破了产。他恨透了白软软，两人争吵激烈，愤怒之下，他失手把他推下了楼。大约实在是觉得前路渺茫，心如死灰了，齐月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。我听完只是随意的附和了一声，这样啊，心里再没有半分波澜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再听到齐月这个名字，竟然已经久远的像是上辈子的事了一样。朋友还在感叹，你说上学那会儿你俩多好啊，我还记得齐月天天给你带饭，给你补课，一天都离不开你。那时整个女生宿舍都知道他有多爱你。好好一个人，怎么后来就悄无声息的烂掉了呢？我静静听着，像是在听一个陌生人。妈妈，妈妈，快来玩啊！不远处，女主朝我招着手。贺彦洲正带着女儿跟狗狗玩着飞盘。我匆匆挂了电话，接过了女儿手里的飞盘，向远处抛去。狗狗在恣意奔跑，女儿在开心的笑。贺彦洲朝我望了过来，那一眼，眉目温柔，岁月静好。正文完，齐月视角。分开之后，齐月偷偷去看过沈秋玉3次。第一次是在医院，他那时被白软软纠缠得十分头疼，再加上长期抽烟酗酒，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。胃病发作，他把自己弄进了医院。疼到难忍时，齐月总会不自觉地想起沈秋玉。从前他下了酒局，哪怕稍微皱一下眉头，沈秋玉都会担心他是不是不舒服。如果他吐了，沈秋玉就更心疼了。他总以为那么爱他的沈秋玉，这辈子都不会离开自己。可现在他胃出血，疼得要死，却连听一听他的声音都成了奢侈。沈秋玉早就删掉了他的微信，万幸聊天记录还在。他近乎病态地听着从前他发给他的那些语音。老公，下班过来接我，木啊。对了，今年抽个时间陪我去冰岛看极光吧。齐月，齐先生，生日快乐呀！今晚不许加班，也不许嫌弃我做的蛋糕丑。他的气息仿佛还近在耳边，俏皮的、甜蜜的、生气的。他刻意忽略了后来那些争吵不休的，他哭闹着质问他到底还爱不爱的声音。失去之后，他才知道，原来他不是腻了沈秋玉，而是沈秋玉早就已经融入了他的骨血里，就像氧气一样，看似浑然不觉，实则无法脱离。后来他阴差阳错，在同一家医院的妇产科看到了沈秋玉。沈秋玉是来产检的，
贺彦周全程陪同着，西装革履的大男人伺候着一个孕妇，自己却亲自跑前跑后。那一刻，齐越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才强忍住了跑去他面前忏悔哀求的冲动。为了不再打扰他，他狼狈地逃走了。第二次遇见沈秋玉，已经是3年后了。那时，他的公司出了问题，为了寻求资金，他四处奔走。路过时代广场的大屏时，他看到了他的珠宝广告。他是个兼具商业和艺术头脑的设计师。这几年，他的事业停滞不前，而他早已狠狠地把他甩在了身后。齐越看到沈秋玉本人站在广告大屏下，穿着明艳的红裙子，好像是有什么商业活动，他正在一一跟记者们合影。他可真好看呀，而他却已经形容狼狈，好像再也追不上他了。齐越默默地看红了眼睛。第3次见到沈秋玉是在游乐场里，那天的阳光很好。贺彦周一手牵着女儿，一手给沈秋玉打着遮阳伞。他们3个穿着可可爱爱的亲子装。小女孩哈哈笑着，先是管贺彦周叫贺叔叔，叫着叫着，不知怎么地，他就忽然改了口，叫了他一声爸爸。贺彦周好像愣住了，反复跟女孩确认：沈之意，你叫我什么？你能不能再多叫我几次？快！小女孩有点害羞，但在沈秋玉的鼓励下，她最后还是开心地抱住了贺彦周。我叫你爸爸呀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怎么？难道你不想当我爸爸，还想继续当我的贺叔叔呀？贺彦周不知道怎么，好像高兴得快哭了。而齐越则远远地站在不起眼的角落里，嫉妒地看着这一幕。那时，他的公司早已破产，白软软就像个毒瘤一样，折磨得他生不如死。他好嫉妒，嫉妒贺彦周能得到沈秋玉。他更后悔，如果当年自己不是抵抗不住诱惑，现在牵着沈秋玉的人就是自己。他们会有孩子，也会穿上亲子服。若世界上有时光机多好啊，那他就可以穿越到没有伤害沈秋玉之前，他就还是他的秋秋。可惜这一切都成了妄想。白软软又来纠缠他了。这一次争执之中，白软软把他的旧手机从10几楼扔了下去，手机4分5裂。齐越彻底疯了。那个手机里有沈秋玉从前发给他的语音，这么多年他一直舍不得清除。每一个失眠难挨的夜里，他都要靠着那些声音来饮鸩止渴。可白软软却毁了他。那个瞬间，他的理智彻底被吞噬。他把白软软推了下去。去死吧！他对白软软说，也对自己说。身体腾空坠落的那一刻，呼啸的风声掠过了他的耳边。秋秋，如果我不在了，你会偶尔想起我吗？算了，还是忘了吧。